女孩深夜抄小路回家被人尾随，她惊恐地加快了脚步。危急时刻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出现，手搂着她的肩膀，便要将其送回家。女孩来不及多想，便跟着走了。等看到对方离开，女孩赶忙向男人道谢。 근데 어떻게 제 이름까지 정확히 맞추시고 우연 참. 세상에 우연이 어디 있어요? 네? “与此同时，开车回家的小美听到广播传来一则新闻，说有个被称为开发者的连环杀人魔，专门猎杀那些深夜独自出门的美女。小美听完就想跟家人讨论一下，完全忘了自己正在开车。很快，车上男人下来处理事故，看到车子惨不忍睹的样子，就打算狮子大开口。小美只得连连道歉。 谁知男人不依不饶，甚至开始人身攻击。这句话瞬间惹怒了小美。你可以说我菜，但你不能说我驾照是买的。她生气地回到车里，从副驾驶掏出自己的宝贝，气势汹汹地来到男人面前。男人本以为小美是打算掏武器，谁知她竟直接拿出2张驾驶证。나 일종 대형의 버스 운전 자격증까지 있는 사람이야. 누구더러 장롱면허래? 아, 나 진짜 놀랐네. 男人说着就将手伸向了腰间。爸爸见状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出手。谁知道男人是去口袋掏糖的。爸爸刚想解释什么，母亲小美却安慰他不用在意，对方再多说一句，他也会忍不住出手的。车里的女儿简直无了个大语，妈妈让他们隐忍自己，却为所欲为。 봐, 욕 한마디 했다고? 사람을 저렇게 짐승처럼 잡아서 가둬놓는 게 아니 이게 정상이냐고. 倒霉的男人被关进狗笼子里，大气都不敢出。这家人的彪悍程度恐怖如斯。可到了第二天，一个穿得人模人样的顾客竟毫无礼貌地冲进了后面的诊室，接着便四下打量了起来。很快，一个盖着雨棚的狗窝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众人瞬间吓得连忙劝阻。女人不顾阻拦，一把掀开了雨棚，看着空无一物的狗笼，所有人愣在了原地。 그러게요. 아무것도 없네요. 很显然，笼子里的男人不知道是被谁悄悄放走了。男人走得匆忙，甚至连车都没开走。晚上，一家人开启家庭会议，想要找出放走男人的人，可几人都坚称没有干过这件事。就在此时，电话突然响起。等接到电话，里面就传来了男人的声音。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昨晚被关进狗笼的男人，竟然就是警方苦苦寻找的连环杀人犯。对于昨天的屈辱，男人咽不下这口气，警告他们早晚会100倍还回去的。他还得意洋洋说自己给他们准备了大礼。等众人按照他的提醒打开车子的后备箱，一具女尸赫然映入大家眼中。此时，电话里的杀手得意洋洋地表示，自己已经杀了9个妙龄少女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找他们一家报仇。换做一般人，此刻早就吓得瑟瑟发抖了。可他们这家子哪里是普通的？直到现在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招惹了什么样的存在。如今这种情况，他们也无法报警，毕竟是他们先非法囚禁了对方。最终，经过一番商讨，爷爷拍板决定帮杀手将尸体处理掉。众人将车子里外擦得一尘不染，生怕漏下什么线索。接着便准备将车开进山里，谁知关键时刻车子竟打不着火了。这种情况下，爷爷只好提议众人一起推车。 이럴 때를 대비해서 내가 비장의 무기를 준비해놨지. 虽然很傻，但是确实有效。众人穿着卡通人偶，齐心协力将车子朝着河边推去。哪知突然天降大雨，让人偶服顿时成为了累赘。众人身心俱疲，只好停下休息。看到后备箱惨烈的情况，爷爷于心不忍，剪开了绑住双手的扎带，希望女孩的最后一程能够轻松一些。第二天一早，警员刚出警局就发现一辆轿车将门口堵得严严实实。警方顿时觉得这就是凶手赤裸裸的挑衅。看到电视上的新闻，爷爷安慰小美问题不大，而小美却表示不会有事才怪。 그게 무슨 말이냐? 그 인간 풀어준 거 지훈이가 아니라 아버님이시잖아요.